今天我们来聊下什么是逢转必沉。很多练太极拳的都听到过这句话，但真正理解它、把它用对的人并不多。而这个概念对于提高太极的练习效果至关重要。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简单明了地说说什么是逢转必沉，以及如何正确地应用它。太极拳是由一个个衔接的动作组成的，每个动作结束后，紧接着就是下一个动作。两个动作的连接点被称为转换。很多人在转换动作时，会习惯性的重新组织力量，重新蓄力，开始新的动作。而这个时候就是最容易出错的时刻。按照多年的习惯，你可能会不自觉地把力量集中到肩膀和胸口，会感觉到上半身有一股力量在浮动。这种力量其实就是浮力，它会让肩胸紧张僵硬，动作与周身脱节。在太极中，这种浮力正是我们需要避免的，因为持续的浮力会让人肩酸背痛、膨气填胸、头颈僵硬、虚火上炎，会破坏整体的协调，让身体无法轻松自然的运转。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运用逢转必沉的要领了。所谓逢转必沉，就是在转换的时候，在新动作即将开始的时候，先要把心气沉下来，沉到腰胯这里。可能有很多人不能很好的理解如何把心气沉下来，我们可以理解为把驱动新动作的力量和劲道沉下来。当新动作开始的时候，原本的习惯会在肩胸手臂这里用力。现在让我们把这个力量沉到腰胯这里，用腰胯来启动动作。也就是说，只要一转换，就要想到先把力量沉到腰胯这里，让腰胯来驱动身体的动作。当你做对了的时候，你会感觉肩膀和胸口放松了许多，胸口的紧张感减少，整个人变得轻松。这种沉的调整能让你在动作转换时更加自然，也让力量的传导更加顺畅。很多练习者一旦感受到这种变化，常常会发现太极练习不再那么费力，反而有了一种轻盈的感觉。这就是逢转必沉的妙用。为什么要强调必沉呢？因为我们浮力的积习太强大了，稍不注意，这个心气和力量就会浮起来。所以逢转必沉就成为训练中非常重要的提示。等有一天形成了新的习惯，你就不需要总想着这个要领了，因为已经融入身心，成为本能了。这个逢转必沉实际上也很好的契合了很多我们熟悉的要领，比如内修里强调的气沉丹田，太极强调的以胯带身，腰为主宰，内经里强调的水升火降，都是一个道理，都是在身心活动中通过心气的沉降，自然的回归丹田腰腹，使整个人的身心更稳重更和谐。根据以上的讲解，大家应该明白逢转必沉，沉的是心气，是劲道。但很多人对逢转必沉有很深的误解，比如有的人把逢转必沉理解为外形的沉坠，在转换的时候刻意向下沉坠着身体，于是就会有忽起忽落的身形变化，造成双腿的额外负担，进而造成伤害。有的还训练出向下松懈的不良习惯，无法体会到转沉的精髓。有的人在转换时刻意向腹部和丹田压着气憋着气，或者用意念想象在丹田守着气，这样反而让身体变得僵硬，气机瘀滞不畅，完全违背了太极自然松沉的原则。还有的人把沉复杂化教条化，把逢转必沉分成很多步骤和细节，什么先塌腰，然后正尾捋，上下对拉，手起胯落，这些细节的要求把一个自然简单的腰胯劲道变成了一堆复杂矛盾的怪力，结果搞得自己特别紧张，失去了太极拳应有的流畅性和整体感。要正确理解逢转必沉，你需要的是内在的感受，而不是外在的姿态。首先要全身恰当的放松，尤其是肩膀和胸部，
尽量不要让力量停留在上半身，然后把力量和注意力集中在腰胯的位置。动作转换时，感受心气力量沉至腰腹丹田，这样整个身体就会保持轻松和连贯。刚开始练习时可能会有点难，稍不注意心气就浮上去了，毕竟多年形成的习惯不容易改变。但是练太极最讲究慢功出细活，只要坚持下去，渐渐体会到那种心气和劲道沉降到腰腹后的轻盈与舒适，你会发现太极不再只是外在的形态，更是一种内在的身心协调。最后特别强调一点，逢转必沉只是阶段性的训练要领，是用来改变不良习惯的。把上身用力习惯改为腰胯丹田用力，一旦改好了这个习惯，就不要再执着这个要领。太极最终练的是身心和谐、周身一整的，是一动周身都要和谐灵动的。不仅是在腰腹用力，是要在周身和谐用力的，也就是整劲。我们运用逢转必沉是实现周身整劲的初期过程，切不可执着这个要领，进而影响浑然一气的太极态。